这个香蕉艺术品既然有这种本事，能够扭曲正常人的价值判断，一根被银色胶带贴在墙上的普通香蕉以惊人的624万美元成交。这根香蕉的背后藏着什么样的故事？为何它能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升值1500万倍？这根香蕉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大阴谋？今天这个故事我都激动的不能坐着讲了，我必须站着把它讲完。好，下面我们开始，让我们一起了解，揭开其神秘面纱。2024年11月22日，一个普通的星期五下午，一根用银色胶带贴在墙上的香蕉，在纽约的苏富比拍卖行中以624万美元成交，包含了520万美元的售价，再加上推波助澜的拍卖行所得的104万美元佣金和服务费。买家呢是34岁的华人企业家孙宇晨。据《纽约时报》报道这根香蕉原本只是一根普通的水果，花了35美分买自于纽约曼哈顿东区的一家水果摊。在短短几个小时后呢，这根香蕉的价格涨了1500万倍，就连拍卖师奥利弗·巴克也震撼住了。拍卖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在场呢还有另外6位竞争者抢价出价。当他大声喊出520万美元成交时，连拍卖师自己都在怀疑人生。这次拍卖竞争激烈，并且出价极快，最终由孙宇晨狠下高价获得了这根香蕉和那片胶带。这根香蕉艺术品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它是怎么来的呢？这根赚大钱的香蕉贴着胶带是由意大利艺术家毛里奇奥·卡特南创作的，名字叫做喜剧演员。卡特南的灵感源于他在旅行时的一个习惯，每当出门旅行的时候，他都会随身携带一根香蕉，并将其挂在酒店的房间墙上，以此来寻找创作灵感。早在2018年，他就有一个以香蕉为艺术品的念头。一开始，卡特南曾经想用树枝、青铜、不锈钢、砖头、沙子、水泥，甚至塑料垃圾等等来打造一根香蕉。经过长时间的周密思考，他最终决定直接用一根真的香蕉来成为一根香蕉。当时这位正在美国迈阿密的意大利艺术家兴致冲冲地冲下楼，在一家水果店那里花了35美分买了一根香蕉，并且找来了灰色胶带，把这根香蕉贴在墙上。于是这个伟大的艺术品就此诞生。卡特南命名这个艺术品的名字为 Comedian， 也就是喜剧演员。这里面有什么意义呢？要表达什么样的感情和哲理呢？为观众传递了什么信息呢？艺术家卡特南一句话都没有说关于这个作品的意义何在，但这并不妨碍世人的爱戴和喜欢这根香蕉和胶带的组合体。看看香蕉艺术品如何扭曲正常人的价值判断。过去早在2019年，这个香蕉组合就被送往过美国迈阿密的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参展，作品一露面就吸引了大批的观众。从纽约专程过来迈阿密参观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 IT 工程师布朗，事后他回忆了当时的情形。那个时候他在这根香蕉面前停住了步伐，他的最初反应是惊讶和不解，感到这个所谓的艺术品似乎完全违背了布朗对美和艺术的认知，甚至感到有些滑稽和荒诞。本能地想，这件作品可能是某个恶作剧，甚至是一场误会，很有可能是在场的清洁工把他的午餐水果临时放在了这里。但是布朗抬头看了看上方，发现有2盏灯给这香蕉专业的光线照射，而且展厅内气氛庄重，背景音乐柔和而富有韵味。墙上庄严地印着大大的字体，说明着作品以及作者的名字。这些元素迫使这位平时长时间只坐在电脑旁辛勤劳动养家的布朗开始改变思考。也许这根灰色胶带绑在墙上的香蕉，其背后的意义我可能没有理解。这个时候，布朗身边的观众，有些人跟香蕉拍照打卡，
有些人在窃窃私语，有些人在感叹艺术品背后的伟大启发。随着参观者的讨论，布朗觉得这些人显然对这件作品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和高度的赞赏。布朗打开手机，查了一些社交媒体的讨论，里面有不少人在讨论这笔香蕉作品艺术家创新精神和作品的独特之处，以及他所表达的深层次的思想和情感。布朗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判断，发现自己内心本来对这根香蕉作品的荒诞滑稽慢慢在减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模糊的认同感，开始对这根黄色转黑的香蕉和浅灰色的胶带的组合体产生了某种美感，似乎体会到了作品所传达的朦朦胧胧的情感和思想。在离开这熙熙攘攘的香蕉参观人群后，布朗不再觉得这个作品的荒诞和胡闹，而是感到幸运，能够有机会看到这根因摆放时间有点长、快熟透的香蕉，拓展了自己的艺术视野和审美观。的确啊，布朗或许是幸运的。2019年12月8日的星期天早上，这个展览品喜剧演员在展览会上被移除了。主办单位的发言人郑重地说，移除作品是因为担心排队人过于踊跃，担心会损坏这个从水果店买来的香蕉和其他会展上其他艺术品，并发出正式香蕉移除的声明。在声明中以伤感的语气写道，喜剧演员的构图简单，但最终呈现出我们自身行为的复杂。我们要衷心感谢所有参与这次难忘冒险的人，以及我们的同事。我们向今天因为提前移除而无法看到喜剧演员的所有博览会观众表示诚挚的歉意。在当年的展览会期间有3位富豪用真金白银表示了对这根香蕉艺术品的喜爱，分别以12万至15万美金买下了这个香蕉。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香蕉艺术品如何和富人一起上演一场闹剧。现在2024年，这根香蕉再次出售，以拍卖的形式由世界著名的纽约富苏比拍卖行操办，价高者得。最终是以惊人的520万美元，由出生在中国的企业家孙雨晨投得。11月29日，孙雨晨在香港其中一个昂贵的酒店中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讲，称赞了这个香蕉作品具有伟大的标志性意义。随后在数十名记者和社会名流的拥簇下，大口大口地吃了这个香蕉，并且针对这个香蕉的味道做出了赞扬，的确比其他香蕉好吃。在场的记者拍照片、录视频，忙成一片。孙雨晨是一位经营加密货币的华人企业家，现在的国籍稍等一下我要仔细看一下，美洲西印度群岛中的格瑞纳达籍。如果各位去过这个地方的，或者是知道这个地方，请在留言下给我留言。这位34岁的加密货币商人去年因为他的加密货币项目受到了美国证券交易所委员的指控，指责他欺诈和违反证券法。当然了，他否认了这些指控，案件仍在审理中。孙雨晨很自信地说，香蕉贴艺术品和他所经营的虚拟货币生意一样，是虚拟世界的开始，是虚拟世界的延伸。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吃了这根天价香蕉。孙雨晨认为他这个行为也会成为世界艺术品历史的一部分。香蕉艺术品是如何挑战平民阶级的正常智商，影响平民阶级的思想的呢？今天的全球社会，贫富悬殊，资源分配的距离是越来越大。过去所谓的是2:8分配，也就是20%的人拥有80%的财富，而80%的人在争夺瓜分剩下的20%的资源。今天尽管生产力大大增加，财富和产品大大丰富，总量增加了，但是按比例分配来说，已经成了1:9的分配了。那可是10%以上的上等富人阶级坐拥地球资源的90%。而剩余的90%人口小心翼翼、精打细算的分配，还剩下不到10%的地球资源和财富。现实是，在欧洲发达国家的一般民众
在考虑出行的时候，会想到底是用共享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比较环保省钱呢？而富豪们和精英们却在为买不到太空遨游的有限名额而感到烦恼。2022年 SpaceX 公司的一次太空之旅票价为5500万美元，3位幸运儿成功的购票者分别是美国房地产大亨拉里·唐纳、以色列商业大亨埃坦·斯蒂布和加拿大金融大鳄马克·帕西，而美国明星汤姆·克鲁斯却因为购票不成，失去了这次机会。目前汤姆·克鲁斯正和其他排队成河的富豪们一起被列入了等候名单中。而这些社会精英不但拥有实体资源，连精神资源也是全面霸屏。以前图书馆历史文献中挤满了王子将相们的光辉事迹及生活小事，电子、电视媒体、新闻充斥了大人物精英们的思想和大作为。今天有些怪诞上的上层艺术家，就是这些富裕阶级的代言人，共同操控了对平民阶级的心智影响。今天售价624万美元的天价香蕉的艺术品出现，加上买家购买后高兴地吃下该香蕉，整个事件就是一个权贵精英们在精神层面把普通老百姓阶级的智商和基本判断力踩在脚下深深摩擦的过程。过去的文学艺术品是挑战传统的宗教信仰、政治权威和社会秩序，现在的艺术作品是在诋毁和践踏身处平民地位的人们正常认知和自由判断。现在的权贵精英阶级凭着不断的对权力关系、财富、信息和知识的不对等，试图维系和加固这种对平民思想阶级的控制和正常认知的否定。那么你可能会说，这个对香蕉贴墙的艺术品解读是不是太夸张了？别急，等我慢慢告诉你。这种荒谬的闹剧还不止一个。同样是这位香蕉贴墙艺术家卡特兰，用 18K 黄金制造了一个名为美国的马桶艺术品，当时市值超过600万美元。该造型的设计就是复制一个普通的马桶，而且可以安装使用。2019年，这个马桶在英国的布兰尼姆宫出展时，参观者可以用这个马桶上厕所。当时超过10万人排队使用。不幸的是，展览开幕几天后，马桶就被盗了。这位卡特兰艺术家用艺术之名制作黄金马桶。马桶作为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物品，居然用昂贵的黄金制成。这种普通物品和权力、财富象征的黄金之间的冲突，对于平民阶层有一种莫名的依附权贵和财富的吸引力。许多观众怀着我要用天价马桶上厕所的心态体验了金马桶。这种体验是一种缺乏资源的普通民众对权力和财富膜拜的过程。这就是权贵精英们利用人性的弱点，操控和加固平民阶级对这种权威和奢华的畏惧和向往。这是他们维护现在社会秩序所需要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面对这个荒诞的时代呢？随着越来越多打烂我们平民价值的天价奇怪艺术品出现，加上大资本最近武装起来的 AI， 还有之前累积起来的大数据，这些东西结合起来，一切的一切都是平民阶级思想自主空间的崩塌，平民自由价值判断思想的萎缩。高价香蕉贴墙艺术品的出现，是艺术家与资本家结合起来嘲笑和忽悠平民的时代。香蕉贴墙和虚拟货币一样，是我们看不懂、想不通的，却又价值万金的东西。尽管我们还说出它本来就不是东西的真相，但在这个荒唐的时代，荒诞而矛盾的时代，我们还是希望有个空间留给自己，敢说出自己的不认同，不想被大资本、大算法、大势力、大权威左右和干扰我们的思想。下次当你看到这些所谓的艺术品和那些来钱全部费功夫的富豪们共同谋上演的荒诞拍卖剧时，我们要敢于说出自己的真实价值判断，
表达我们正确的价值观，并且可以考虑用卡特兰这位香蕉艺术家的另一件作品来回复他。好了，这次33说一说的人间闲聊到此结束，希望你们在评论区告诉我你们对香蕉艺术品这件事的看法和感受，真希望听到你们的声音，谢谢，我们下次再见。